OK， 生图完成了，看一下，这次相对来说漂亮很多。再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引导 AI 打灯光。这个视频讲一下引导 AI 打灯光这个功能，在这里使用这个功能，我们需要有一张白天图，还要有一张光斑灯位图，也就是我们把这张白天图压暗，叠加上一层暗蓝色，再在上面把这些光斑做上去，告诉 AI 这些灯光是怎么样去布置的。好，现在我把图都拖过来，引导图放到这里，提示词我们先不写，先看一下生成出来效果怎么样，直接生图就行了。理想状态下，我们希望 AI 能够根据这张光斑灯位图，在这张白天建筑相应的位置打上对应的灯光效果，我们看它能不能够实现。那么这个功能主要是会一些 PS 的同行才能够做出这张图，不会 PS 那目前还只能用提示词去控制了。OK， 生成完成了，看一下。我们这里没有提要求的情况下，它根据这个灯光示意图生成出来的效果还可以。那我现在在这里给它提上要求，建筑顶部是一条蓝色的 LED 线条灯钩边，那我们这里画的是一根白色的，风格要偏向 3D 软件渲染出来的建筑图，要干净，树木绿化要有灯光打亮，庭院灯亮起来要照亮地面，也就是这个灯，因为它这里完全是按照这个光斑灯位图来的，所以庭院灯它也是没有点亮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提示词来控制一下，直接生图。这里生图失败是正常的，我们再次生成就行了。因为 AI 生图受网络的影响，服务器资源的影响，这里他说已退还3个积分了，重新生图，这里还在继续。OK， 生图完成了，看一下，这次相对来说漂亮很多。不过这个位置它也把它改成了这个蓝色的线条灯，也就是说我们这里的提示词可能和这个示意图有冲突，因为我们示意图在这里是一个洗墙灯，但是我们提示词说建筑顶部要有一根蓝色的 LED 线条灯，它把这个位置识别成了顶部，可能我们需要去把这个提示词描写的更精准一些，只要求它上部的建筑顶部有这个蓝色的 LED 线条灯，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瑕疵，像这个庭院灯照下来它这里不够亮，可能需要后期去 P 一下，但是正常情况下应该来说我们多生成几次有可能就能够生成出来。现在我们换一个案例，因为这2个案例都是我们以前做过的案例，有过这个素材，我就直接拿过来用了，拖过来。这里提示词差不多，直接点生图。当然这里还是依旧要注意，它不是说100%的能够控制住，比如说这个位置我们没有让它加一条黄色线条灯的，但是总的来说已经比单纯的用提示词来控制灯光方便很多了。这里等它生图完成。好，生图完成了，看一下这里的天空有点暗，其实我们这里的提示词应该对它的天空有点要求才行，不过它把这个竖向的这里加了一条蓝色的线条灯，总体来说它还是不是100%的能控制好。我们再生成一次，我们把这里的提示词再改一下，灌木，然后建筑顶部有一根蓝色的 LED 线条灯分享名，然后再写一下其他灯光严格按照参考图生成，试一下。也就是说最终生成的这张图它融合了我们的这张光斑灯位图和这里的提示词，如果我们不写提示词，它就只会参考这张光斑灯位图的效果去生图。好，基本上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对比一下，我们再次生成的时候它的区别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一般生图会多生成几次，有概率在里面。对了，你看这一张它这个底部没有按照光斑灯位图的效果来，没有向下的洗墙灯，这一张就有了，所以说多生成几次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再来看一下，好，那么这个视频就到这里，这个就是引导 AI 打灯光，我们下个视频再见。